烹夫这样的惊悚词汇是不是让大家感到不寒而栗呢？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发生在香港那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康怡花园烹夫案。这起案件也是香港首宗无尸体命案，如果凶手没被女儿举报，说不定这就是一宗完美犯罪。1988年，贼愚冲的康怡花园发生了一起让人震惊的悲剧。傅美玲下班回到家，看到母亲马洁芝正流着鼻血，地上还有少量的血迹。傅美玲一下就慌了，毕竟母亲马洁芝都快60岁了，而且精神状况一直都不太好。傅美玲着急地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马洁芝却轻描淡写地说，你爸爸想害我，我用铁锤把他杀了。傅美玲听到这句话，脑子嗡的一下，不过很快她又想到母亲平时精神就不太正常，再加上父亲也经常不回家，就没把母亲的话太当真。马洁芝的家庭原本还算美满，早年间马洁芝在广州生活，机缘巧合下结识了来自香港的傅唐，两人很快坠入爱河，随后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他们育有2个可爱的女儿，傅唐为这个家努力打拼事业，经营着自己的工厂。一开始生活还算平静幸福，可大女儿出生后，马洁芝的身体越来越差。等到小女儿出生，夫妻间的关系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过夫妻生活，马洁芝只能在孤独中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可以说是独守空房20多年。不仅如此，傅唐好像变了一个人，逐渐行踪不定，还经常彻夜不归。对于马洁芝的不满和质疑，得到的都是傅唐敷衍的回答，不是说在工作，就是在跟朋友打麻将。马洁芝的心里渐渐起了疑心，她坚信丈夫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但苦于没有确凿证据，这些猜疑只能在她心里不断积攒，把她折磨得痛苦不堪。长期的压抑和痛苦让马洁芝变得越来越孤僻，她曾经试图将婚姻的希望寄托于求神拜佛，希望神明能够拯救她濒临破碎的家庭。然而事与愿违，她的虔诚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后来她连这最后的精神寄托也彻底放弃，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而且更糟糕的是，她总感觉家里有灵异事件发生，一家人只能频繁地搬家。所以当马洁芝说出杀死丈夫的话时，女儿傅美玲并没有太过在意。在她的眼中，母亲的精神问题早已是常态，而父亲长期不回家也让她习以为常。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傅唐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开始傅美玲还以为父亲只是像往常一样忙碌，直到傅唐的弟弟焦急地找上门询问哥哥的下落时，傅美玲这才意识到母亲之前说的话可能是真的。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1个多月之后，傅美玲最终在律师的陪同下选择向警方报案。警方接到报案后高度重视，兵分2路立马行动起来。一路警员前往马洁芝现在的住所，准备将马洁芝带回警局协助调查，另一路则火速赶到康怡花园的案发现场，希望能从中找到关键的线索。马洁芝面对警方的时候，一开始还算配合，可警员一进屋，他却突然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不管警方怎么劝说，他就是不吭声。这可把在场的警员急坏了，还好有一位经验丰富有耐心的女警，经过长达3个多小时的苦苦劝说，马洁芝总算打破了沉默，开始跟外界交流，然后慢慢走出了厕所。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他承认自己杀害了傅唐。在警局的审讯室里，马洁芝慢慢地讲述起整个案发经过。原来这些年来，傅唐一直嫌弃马洁芝只生女儿，于是背着马洁芝在外面包养了情妇。不仅如此，他还私自独吞卖物业的20万巨款。马洁芝找到傅唐，要求他跟情人断绝关系，把这笔钱交出来。可是傅唐不仅不理会他的诉求，还变得更加蛮横无理。在激烈的争吵中，傅唐随手拿起一个碗，疯狂地朝马洁芝砸去。为了保护自己，马洁芝在极度的恐慌和绝望中，下意识地拿起了身旁的铁锤进行反击。然而谁都没想到，这一下竟然不偏不倚地击中了傅唐的头部，瞬间夺走了他的性命。杀死傅唐后，马洁芝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决定，肢解傅唐的尸体。他让钟点工买来电锯，打算分割尸体。可电锯一启动，鲜血四溅，场面变得极度混乱和血腥，完全失控了。没办法，他只好放弃电锯，改用手锯，费了好大劲才完成肢解。肢解完后，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马洁芝的面前。要是直接丢弃尸体，一旦血水渗出来，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苦想了好久，马洁芝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办法。他把残肢放进蒸炉和烤箱里煮熟，确定没有血水渗出来后，再分批装进垃圾袋，像处理垃圾一样随意丢弃在不同的楼层。警方听完马洁芝的供述后，心里满是疑惑，
毕竟在案发现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能直接证明马杰之所说属实的明显证据。难道马杰之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他精神错乱产生的幻想？没办法，他们只好让马杰之去现场指认。马杰之说他把血迹都擦了，地毯有痕迹的地方就倒墨水掩盖，还把一些家具搬到湾仔的住所。警察赶紧取证化验，还真发现了一些肉眼看不见的血迹和少量人体组织。钟点工也证实确实买过电锯和墨水。这下警察觉得有点谱了，可还是不能确定这起案件是马杰之一个人干的。正当警方头疼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突然出现了。马杰之的弟弟马显坤突然来到警局，主动自首，说自己参与了这起案件。原来马杰之为了从付堂手里夺回那20万，曾经要求弟弟找来另外2个人假扮绑匪，把他和付堂都给绑了。他们先给付堂喂了安眠药，接着威胁付堂交出那笔钱。被绑的付堂特别强硬，坚决不肯就范。没办法，绑匪们只好先行离开。没过多久，马杰之再次联系弟弟，让他们回来。他们把付堂弄到床上，用绳索把他的四肢绑在床架上，然后就走了。马显坤说自己就参与到这儿，他之所以来自首，是因为从媒体上得知姐姐可能闹出了人命，担心自己受到牵连。这下警察总算大概弄明白了，又重新审问了马杰之。马杰之一看弟弟被抓了，也就全坦白了。原来马显坤把付堂绑在床上后，马杰之和付堂在这张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马杰之给付堂煮了碗粥，还劝他说别再玩女人了。结果付堂早就松了绑，而且还猜到是马杰之捣的鬼，抢过碗就打马杰之。马杰之被打之后，拿起铁锤反击，这才要了付堂的命。整个案发过程算是清楚了，可接下来的判决却把大家给难住了。马杰之虽然承认了犯罪，可2个精神科医生说他有严重的精神分裂，患病时间超过20年，存在幻觉、幻听、被害妄想症之类的症状，说不定这些都是他幻想出来的。辩方律师也说马杰之描述的杀人经过纯粹是他精神错乱下的幻想，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警察确实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付堂真的死了。尽管如此，控方还是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观点。马杰之弟弟的证据、女儿的陈述以及钟点工人的相关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案件的真实性。最终，陪审团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激烈讨论，以5-2的投票结果判定马杰之误杀罪名成立。法官让马杰之进精神病院接受无限期的治疗。据说在7年后，也就是1995年，马杰之康复出院了。不过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到现在也没法确定。不知道大家觉得这起案件算不算是完美犯罪呢？